这一次说是攻入所谓的这种 KK 园区，事实上也是做样子啦。因为攻入 KK 园区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索奇都，他们边防司令。那他的老婆就是这个诈骗园区的这种总经理 CEO。你说是真的还假的？我觉得只是做样子给世人看。我们要来看到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消息哦，揭露说 Meta 没有想到他也是帮凶吗？因为2024年他的收入大约10%。高达了160亿美元，竟然是来自于帮诈骗集团的活动刊登广告。如果用每日来做计算的话，等于他每一天帮诈骗集团出的广告高达了150亿则，这么多人看到了这一些诈骗广告哦。那么 Meta 至少3年都没有能够有效阻止诈骗广告的泛滥，被指他们就是诈骗生态圈最大的帮凶。于是呢，我们要来看到现在美国的政府也开始把这个针对这些科技业做整治哦。马斯克的 SpaceX 也被卷入了诈骗风暴里面，所以美国7月份他们就对 SpaceX 展开了一个调查行动，并且要求来这个执行长来做说明，说新店设备到底是如何流入诈骗园区里面的，甚至他们计划要传唤执行长马斯克来出庭做解释。另外，缅甸军方的突袭当中也查获了30套的星链卫星设备，黑市交易额竟然是高达了数十亿美元。好，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西方说要高喊的打诈行动，结果看起来金主怎么好像是自己，包括了科技巨头 Meta 或者是 SpaceX，Meta 是真的不知情吗？还是他们在也赚取获利呢？厉将军怎么看？我们看一下哈，光这个150亿则的这个诈骗广告要付多少钱？那这些钱是谁付的？当然是诈骗集团付的。问题是诈骗集团这些钱从哪里来？就是骗来的嘛。那后续来讲，有多少的受害者的血汗钱被这些诈骗集团所骗去？那你如果说是 Meta， 它可以替它登了150则的每一天每天就150亿则的广告。那试问一下，这是多大一笔丰厚的利润？对。那我认为说是以 Meta 这种科技公司来讲的话，难道你完全说是你不知情？我是绝对不相信的。由于现在来讲，很多 AI 技术可以比对嘛譬如说，如果说是你在这个脸书上面发布一则比较不堪的，或者是说有违反伦理的、有违反这个人道的这个讯息来讲的话，他立刻就把你停权了这我们都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甚至于跟政治有关的，他也可以停权。那你怎么可能一天150亿则你完全不知道？所以我觉得 Meta 绝对是帮凶之一，那绝对是脱不了关系。那你说马斯克，你这个星链，你底下利用你的网络太空网络链接，难道你会不知道吗？如果说是这个诈骗集团，它所谓能够诈骗，就是不断的利用网络或利用讯息来欺骗你。那最根本之道就是将你网络断掉嘛。结果反而马斯克你去提供这种太空网络，去年来讲的话，因为打诈大概地面网络那时候泰国答应把它断掉，但是大家就推测这个诈骗集团会不会用这个 SpaceX 的星链的网络来用？那果不如其然这个马斯克居然提供这些诈骗这些网络。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这次来讲的话，我认为说是缅甸这一次说是攻入所谓的这种 KK 园区，事实上也是做样子啦。因为攻入 KK 园区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索奇都，他们边防司令。那他的老婆就是这个诈骗园区的这种总经理 CEO。你说是真的还假的？我觉得只是做样子给世人看。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彻底打诈，我觉得要从源头开始。第一个就是你网络一定要彻底给它断掉。第二个，你泰国那边的电力是不是还提供？因为这些电力公司为了卖电，为了赚钱，也在卖电给这些 KK 园区的集团。第三个，你银行的这种相关的链路你也要断掉。如果没有银行的相关洗钱的管道来讲的话，我想诈骗集团会更不容易有诈骗的机会。所以以上种种，我觉得整个诈骗集团牵涉到的是人性牵涉到大家都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赚钱、来发财，但是忽略了所谓人最起码要有一点的这种道德感。那所诈骗的钱都是基层民众穷苦人家的钱。对，好，将军帮我们特别提到了，所以要从源头做打击，不管是从电力、从网络跟银行的资产。那刚刚提到了嘛 ，Meta，看起来就不是无辜的。那 SpaceX 呢？美国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公司是无辜的吗？张将军又怎么看？
我认为这些诈骗集团想要去去杜绝、去禁止，我认为效果会非常有限，因为几个因素，这些诈骗集团呢，他也会做阵地转移啊，他也会化整为零啊，他也可以借壳上市啊，他可以变的地方多，一个移花接木，谁又知道诈骗集团？诈骗集团比真的更像是真的嘞，哪会说我是诈骗集团？所以很多的非常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一样被诈骗集团骗。所以我是认为，今天就算 SpaceX 把 KK 园区给禁掉了，它可以转移阵地打带跑，那明天就换另外一个阵地，另一个地方去了。它不见得一定要在缅甸 KK 园区啊，他们可厉害的，他们聪明得很啊，骗这个跟那个 IQ 再高的人也容易被诈骗集团骗。为什么？因为人有贪念。看到他一看到，哎呦，这个好像是有机会的哦。他丢个诱饵出来给你，哎呦，你马上贪念之后，贪心大动，就上当了。所以我认为不是 SpaceX 要不要去能够完全禁止，没有办法。他可以透过其他，他可以冒名啊，用伪冒的方式啊，直接改个名就转个弯就是了。结果变成好像就变成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就成功了，好像又变成另外一番景象了。所以我认为啊，这个诈骗集团呢，绝对层出不穷，他们很聪明的很，然后再改编又另外一种方式又借壳上市了，那感觉到好像又是另外一番局面，然后很容易他就知道人的贪念就来了，对不对？以一种我们讲虚拟货币也好，对不对？拿着虚拟货币大家就被骗了啊，就虚拟货币，然后叫他的投资一本万利了，都被骗。所以我认为诈骗集团是没有办法禁绝的，他们会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有办法拒绝，而且呢，他们的生存的空间是我认为是越来越广，因为 AI 会不会帮忙诈骗 ，AI 也会被诈骗集团利用了。那 AI 的脑袋是比人类的脑袋要来的聪明。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那诈骗帝国的建立，一开始其实都是有人建立起来的，他是太子集团的创办人。我们看到这个37岁的陈志哦，目前在逃，而且呢都还没有被捕哦。那到底捕不捕得到，这也是一个问题。太子集团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这个37岁陈志还非常年轻哦，但是当初是以柬埔寨经营诈骗中心为基础，已经在30多个国家经营了数十家的公司，看起来好像是发展房地产跟金融，但是暗中早就已经发展成亚洲最大跨国犯罪组织。台湾、香港都有利用房地产来洗钱，最近更在韩国以假名金斯曼集团洗钱金额达到1.5亿美元，好像没有人治得了他。杨老师怎么看？陈志啊，他在当初在大陆上还只是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个网咖的管理员。但24岁了，跟他哥哥就到了柬埔寨，就开始脑筋转得很快，就加入到整个诈骗的事业。那当然，他这个非常的聪明，也就是说，他透过诈骗，然后呢，同时也在做房地产、金融跟消费产业，同时也跟政治上维持一定的关系，而且捐了很多钱。那中国大陆呢，也做类似的这些活动。那在国际上，他甚至不只是在大陆获得2021年的第10届中国财经峰会的企业社会责任典范奖，在2021年也获得了就是整个柬埔寨的房地产大奖的最佳奖，在2021年也获得了亚洲企业社会责任奖，在2022年他还获得了国际的史蒂夫商业大赛的评选，连续2年。获得年度企业家，你这些摆出来，在所有的投资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产业上，有谁会去质疑他？来自于中国大陆，来自于柬埔寨，来自于东南亚，来自于国际上，也就是它规模大到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它到底这个是怎么来的，因为很简单，2015年创立的，到现在短短10年。2015年到2021年获得这些奖项的2022年也才5、6年，怎么可能一个公司5、6年来得到这样子？大家一定在猜测，它后面可能是柬埔寨政府在，就是说出资，或者是透过它作为代理。我这是一个猜测了，我看到媒体上有这个写，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说是整个当初就是说这些诈骗集团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台面上的代表，然后呢，透过这些房地产投资，
金融、超跑、绘画、艺术开始在进行洗钱。他拥有的比特币超过140亿美元，那真的是10年呢。我在想，我10年前做什么？但现在我们就没有那种智慧。但是这种东西被戳破，因为2020年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就开始在立案调查这个公司。不过，因为它在中国大陆本身的活动还算正常，而且它都不断的在去推脱说，哎，这个是可能网络上的这种污蔑。可是到了2025年，就今年的10月份的时候，因为他在东南亚以及在英国、在美国开始的这个洗钱的行为被美国抓到。美国当初的这个国际的洗钱行为是全球性的，所以开始在宣告，就是说，哎，它涉及到了诈欺、诈骗、洗钱，所以把美国的这些资产给冻结，相当高。然后呢，英国也把它冻结，然后泰国跟就是柬埔寨现在开始在做调查。缅甸 KK 园区最近的事情非常的多，尤其习近平现在正式的出手了，缅甸军方也获得在中国大陆的澳元之下，针对 KK 园区这边做了一个大扫荡，被炸成了焦土这个园区，另外还有千人大逃亡，甚至跳河溺毙，血染边境。我们今天会来揭秘的是妙瓦底诈骗帝国的一个血腥黑幕，赶快来看到是最新的消息，也就是缅甸边境最长的这个黑暗炼狱妙瓦底 KK 园区，被视为是东南亚的诈骗帝国心脏，是人间炼狱哦。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帝国现在由于大陆出手的之下，缅甸军方有了中国大陆的强烈支持，我们看到它连续的4天对 KK 园区进行这一场猛烈的空袭跟爆破行动，园区的建筑直接被炸成毁为平地了。那么现场可以看到，包括呢大火吞噬建筑，还有爆炸声，整个震到了泰国的边境。那么建筑碎片甚至飞越河岸 ，KK 园区现在变成了一个废墟。在爆炸之后看到的现场状况，就是有数千名诈骗集团成员，他们开始大逃亡，逃到哪里呢？有的人甚至是骑着摩托车啊、机车徒步逃窜，宛如是这个战乱的难民潮。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好，这个逃亡潮是在缅甸的军政府在做炸破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也有人是直接逃命跳进这个边界的河，叫做莫伊河，却再也没有上岸。就在这个莫伊河，上千人跳河，造成了溺毙失踪，更是血流成河。泰国这边做了一个正式的统计，在这一次的逃亡当中，有400多人是印度人，另外还有菲律宾跟中国人都被抓到了。干哥怎么看？为什么缅甸军方这一次突然间开战式的清剿？到底现场状况有多危急？要我说实话哈，缅甸军政府你最好做一次真的，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无谓的人命牺牲。为什么？你用炮击是什么意思？你今天要对付的究竟是谁？你现在你的目标应该是克伦民族联盟嘛，对不对？因为妙瓦底园区的这些诈骗中心都是克伦民族联盟在支撑的嘛，都是军阀在这个就说保护他们。为什么？因为没有他们的话，你们的经济也弄不起来。这是我今天必须要说一句实在话，习主席你一定要支持到底，就是说对于妙瓦底的这些 KK 园区的这些诈骗园区，你一定要就说尽全力，因为中国的确。当然，在国际上面他们是不能够承认什么，可是真的中国军方是支持了缅甸军方来进行这次的扫荡。大家刚刚看到画面，其实在画面之前已经通知了泰国。我跟你讲，我现在要炮击我们这个泰缅边界的这个园区啊，然后请你们的村民注意。然后其实 KK 自己本身也知道，但他不知道缅甸军方是出手这么重。真的开炮了，而且用了什么？既然我说句实在话，缅甸空军能不能载炸弹都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这种飞机。结果这次真的载有一架飞机就载了2颗500磅的炸弹丢下来，所以大家看到那个画面吓一跳。为什么？因为他们空军很弱，结果他们今天空军真的载了炸弹了，那是老式的美国炸弹，真的丢到园区，不过人已经都撤光了。那开始逃亡，大家就很惊恐，结果有3个人在河里面溺毙。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观察家直接讲，
有30个 KK 园区，要不要通通都消灭？200名菲律宾人，快200名中国人，400多名印度人，这是你看到的账面。你知道总共有多少人？2000人，2000人来自21个国家，这21个国家代表他们要对自己的国家进行诈骗，所以逃命的有2000人。那你还有更多的人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有一部分是划作安全区了，没有在军政府的剿灭范围之内。这一切都是为了26号到28号的东协高峰会所做的嘛，所做的样板，所做的门面给大家看，我有做了，做给你们看。在中国的协助之下，还出动了无人机。无人机这一次中国最大的收获是在当地看到自己的无人机怎么样发挥升空攻击以及侦察的能力。这在下一次的战争之中会变成中国非常大的资产跟它的策略运用。我觉得这一部分这一方面，对于这次的突袭的来讲的话，可能中国是最有收获的。可以看到说，我们下次怎么样用无人机来进攻，对于大规模的这个范围的这个扫荡是有意义而有用处的。所以在这个底下，我真的很希望说 ，KK 园区它就算是暂时被消灭，它会不会死灰复燃？会，因为没有改变的是缅甸军政府的态度，以及它危害全世界经济体系的这个原来的那个样态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我的观察。好，所以这一个军政府这一次的大动作，或许是演一场戏。那接下来会不会死灰复燃？因为刚刚讲了嘛，这一些诈骗园区的人逃出来数千人哦，他们可能逃到泰国，那也有可能逃到不管是柬埔寨或者是辽国等等。接下来他们会做什么样的行为？等一下请大使来持续带我们看。另一方面，刚刚讲了，这背后缅甸之所以这次可以这么的成功的重要。工程就是因为北京在后面出手，他们提供了包括了数千架的无人机进行侦查跟做打击。那当然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百姓，避免这些跨境犯罪的毒瘤。那刚刚也说了嘛，这个连炸弹都下去了，看得出来这一次大陆是出了一个重手。大使又怎么看？对，事实上，中国大陆是下定决心要把这些境外的诈骗集团把它彻底消灭。因为是境外的，所以就比较困难一点。本来我们前2年都在谈那个果敢地区的4大家族那现在这个4大家族，我看最近不但老早全部绳之以法，而且全部在法院都已经判刑了都是死刑。什么沈家、什么明家、什么刘家这些第2代都判死刑了所以果敢地方就解决了。可是缅甸还有2块地方这 KK 园区只是还剩下2块中间的1块，另外还有就在金三角，听说也是一样。那为什么都在这样？这都是3不管。缅甸政府它的力量也到不了，然后呢，外面又有泰国，又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在这边那这个妙瓦底，其实我去过，我现在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他那个时候我们在泰国服务的时候，有时候一想到缅甸去看看他说那你到妹塞。叫妹塞是一个跟这个缅甸边界的，那个时候边界你就随便走过去了，所以我还进过缅甸。后来想起来就是现在妙瓦底，就是 KK 园区。那现在泰国政府事实上也已经跟这个 KK 园区把它划分了就是说划清界限。为什么泰国会有一点点瓜葛我觉得最主要克伦基本上在这边是主要民主，他是一个叛军，所以缅甸军队也进不进来。那他事实上的话，你知道泰国跟缅甸关系也不是那么和睦，传统以来就不和睦，所以就给了这个克伦族一个怎么样，一个生存的空间。那克伦族说实话本来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说勉强能够生存，可是这些各地的这种诈骗集团头子把他带来大批的财源，所以克伦族变成他们的怎么讲，变成他们的这个怎么样守护神。可是问题，克伦也没有那个力量对付真正的缅甸的这个政府军，所以呢，克伦可能某种程度也去找缅甸政府军做后台，所以这一个东西能够诈骗集团能够在缅甸这，你可以说它也是一种某种程度国营企业的一种分支那就变成就跟英国人以前不是也干这种事，英国人以前种鸦片对不对？跟这些国际到全世界贩毒国家干这种坏事的英国人就是所以这个历史上他也洗不清的。
那你现在缅甸军方要凑点钱，那这些人日进斗金，大家都有钱。不过我觉得就是在中国大陆强大的压力下，缅甸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啊。可是你不要忘记啊，这些都是不断的窜逃的。他今天跑到 KK 园，跑到这个妙瓦底，还有在金三角，还有一个地方也很严重的，叫柬埔寨了。柬埔寨这个，你看我们很多台湾的年轻人被骗到柬埔寨，弄不好就怎么样，连这个内脏都被人家取了，然后呢被打得遍体鳞伤。所以这个国家纵容的或者国家参与的这种国际犯罪，事实上话不只是缅甸了那不过最近我觉得缅甸为什么压力比较大？因为我发觉美国也开始受害了。美国说他们调查一年有被骗，老百姓被骗了100亿美元。所以前一阵子就有个传言，就是说美国国会开会，然后叫什么？叫这个星链计划，马斯克星链计划切断他在 KK 园区的给予他们的这种星链的这种服务。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施压泰国已经对 KK 园区断水断电，尤其对于他们的这个网络给它切断了。那网络切断以后，它要靠什么？它要靠星链，就跟那个在乌克兰的那个乌军一样，没错，它没有 Internet，它就靠星链。对。那美国现在也切它的星链，那美国会切星链的话，美国事实上也会发觉他老百姓的受害者，所以呢，美国应该也出手了。那现在这些诈骗的这些中国大陆骗还不够，泰国本身也受害，日本也受害。韩国也受害，所以我觉得这些诈骗集团最后就自取灭亡了，它变成世界的公敌的时候，它就活不下去了。是以前在这个金三角早年的时候，这个吸鸦片是公开的，可是当各国受到这个海洛因的毒害以后，大家一起说海洛因要把它去掉的时候，海洛因就没有地方生存。那现在这种诈骗集团中国大陆受害，美国也受害，泰国也受害日本也受害，韩国也受害的情况之下，它的生存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少。那么它从 KK 再窜逃到别的地方困难就越来越多了。是好，这个跨国的犯罪组织涉及到非常多的国家，那当然了，背后也会有一些黑帮的势力。现在我们要来看到是这个华人在这背后当作黑帮的主导，他们透过的是虚拟货币的交易、人口贩卖，还有奴役劳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一个诈骗的犯罪集团。那从太子集团惩治，一直到帕劳诈团，到包括了崩牙居等等的势力，形成了现在在东南亚各个角落。尚志哥怎么看？我们现在看诈骗集团，传统以来它还是有一个这个土生土长的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黑帮的可能性最高，我想推论都可以推得到，历史上都是这样子。但它原始的长成是透过官商勾结。那官商勾结从原来小地方的，比如说小的军纪的这个茶器的勾结，到慢慢越扩越大。我想这个部分无论在柬埔寨，包括在缅甸都看得到，因为它最后越勾结到中央。为什么这样讲呢？坦白讲，你说真的，诈骗不好打吗？如同刚刚大所提到的，你如果把电力、水电断了，如果你把网络断了，乃至于你把金融转汇这个途径断了，其实就断了吧。我想以中国大陆在查气也都是顺藤摸瓜，因为过去没有经验，他们也查了这个诈骗集团从打柬埔寨到打缅甸打了10多年，在中国大陆摸索过程里头，其实先前掌握一个曾经在大概第3年掌握的关键什么呢？就是把诈骗集团，因为他们赚了钱要汇回来给自己家乡的父老跟太太嘛，所以当他们把这个汇款的这个地方控制住的时候，就发现能够顺藤摸瓜，可以逮到这些诈骗的人。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缅甸的军方突袭 KK 园区这个大动作。今天我们会来看到是上演逃命潮，上千名的中国人逃命的画面在网络上面曝光。另外呢 ，SpaceX 被这次诈骗园区拿来做使用也被封锁了。不过呢，这一次这个反诈骗之所以成功，根据缅甸军方的说法，是因为中方力挺军政府。不过呢，缅甸的内战现在是否再次燃烧？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好，震撼的画面曝光了，就是缅甸军政府呢，在22号这一天突然间是闪电突袭，哪里呢？就是妙瓦底 KK 园区了。当时他突袭之后，就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工人从这个 KK 园区里面冲出来，这个画面当中还包括了上千名的中国人。那有人是背着行李，有人开车有人骑车挤上货车等等。这个画面就是有人挤上货车然后逃出这个 KK 园区，现场的
混乱度是非常高的，有人形容这像是战区大规模的一个撤离行动。好，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数字了。缅甸军方说，这一次的扫荡呢 ，KK 园区一共是拘捕了2198个人，也查获了30套是来自于新链的设备。泰国官员也证实了，还甚至呢有超过600人从这一次的扫荡当中的 KK 园区逃离，并且就这样子越境进入了泰国。SpaceX 也证实了说，在他们发现有这个缅甸的这个诈骗集团使用他们的新链之后，他立刻是断了2500个装置哦。那缅甸军政府发言人则是说呢，指控说克伦民族联盟最高层有卷入在 KK 园区的诈骗项目里面，所以大家也在看说是不是军政府想要去动这个反政府军，所以才会做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还是这一波突袭真的只是想要打诈骗集团？汉庭怎么看？绝对不能单纯认为政府去打诈骗集团这么简单哦，因为在当地的克伦邦其实是3足鼎立、3股势力。第一个当然就是缅甸的军政府，第二是与军方若即若离的克伦边防营，好，但其实它才是跟诈骗集团比较有关的。对，那再来是长期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克伦民族联盟。那现在呢，是军政府说其实是第3个人干的，但是这有点指鹿为马，因为大家都知道跟第2个克伦边防营比较有关。那为什么他要偏偏去讲说是这个反对他阵营的人干的呢？当然就是在搞认知作战，好，就是希望能够把一切的罪都怪到克伦民族联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来作为铺垫。所以这不仅仅只是单纯打击诈骗集团，还包含了第一个，它转移国内的一些矛盾。因为目前军政府呢，在非常多的战线上都面临到了这所谓的民主同盟军的这个反对派的武装军事压力，所以呢，他透过高调来打击国际公认的犯罪窝点，自然就能够把公众的视线转移到这从军事的失利啦，转移到他的这个我恢复了政治秩序上面。此外呢，他也打击了反对派的武装的经济命脉，所以他发言人直接说，是这个民族联盟干的，说他的高层涉及了相关的诈骗。那为什么呢？就是后续我就可以针对这个阵营做出更多具有正当性的攻击，甚至呢是军事上的行动，并且削弱了他的声誉以及经济的来源。再来最简单，也是要回应国际的压力。毕竟诈骗集团啊，祸害全球，不仅呢祸害中国大陆啦、泰国啦什么的，那台湾也是非常多人受害，也就是在缅甸这里面都有连线得到。所以自然而然，军政府展现了一个态度，我就说我是有能力来解决我们的秩序，我是有能力来跟世界各个国家合作，大家还是要来支持我们军政府，大家要相信我军政府能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军政府还是好棒棒的。因此，他是透过这个事情来向国际也争取相当话语权。好，这次军政府透过打诈除了建立威望，也是在打击反对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除了军政府从陆地上面去做着手，我们看到新链也被断了嘛。那如果从陆地再加上太空联手，真的能够这一次就会彻底的把诈骗园区给剿灭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没有那么单纯，我认为只是避风头而已。因为这些电诈集团呢，都是内神通外鬼，让他们能够骗吃骗喝骗那么多钱，他骗了现在现金就有超过100亿人民币，看那么多，你看他这个诈骗电诈集团呢是万国公敌，那怎么会成为万国公敌？因为一定有人在包庇嘛，因为那个政府军也在拿钱啊。是这个样啊，现在就是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对了，抓了人，对，抓了2000人，没有错。然后呢，也扣了这些相关的机械设备，30套30组，30套总共2500组，你就知道有多少了。也把新链关掉 ，Starlink 关掉，是没有错。但是人家会化整为零呢？你以为电诈集团那么笨啊？很聪明的人都一样被骗，这天知道电诈集团有多么的厉害了，对不对？他就这些，他的脑筋他会去转。就让你感觉到就弄假成真，就是信以为真，然后钱就被骗了。他一定很厉害的，哪那么容易就消灭了电诈集团呢？他现在可能先避风头，我认为他转到地下。你看那果敢的刘家，如果刘家的话，他是为什么刘家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武装部队那么多？他有钱啊，有钱就去武装他，买无人机、买坦克他都有是这个样。所以他盘踞在山头，变成一个小山头，变成一个地方势力，盘踞一方，变成一个好像类似军阀一样。但是为什么那么厉害？有钱嘛，那有钱怎么来的？难道他一个人就可以这个包山包海吗？没有，我认为这个是有猫腻的，是有跟官方勾结的，有内神通外鬼的。所以我认为感觉到好像一直看好，但是我认为并不乐观。
暂时转入地下，化整为零，到时候又复出了。这可以转移阵地的啊，暂时避避风头，等到风头过了之后，又死灰复燃。我认为要消灭电诈集团，并没那么容易。好，不过就是暂时的消灭，但是有人就认为说，这一次至少可以做一个暂时的消灭，是不是因为有大陆在后面去做支持呢？尤其是针对空袭现在军政府说呢，已经拿回非常多的领土了。那 BBC 也做了一个揭露，说大陆是怎么样帮助这一些军政府的呢？就是因为有大陆的帮助之下，这个军方才能够强征6万青年从军，并且配备是来自于大陆的，不管是数千架从大陆购入的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叫做炸弹滑翔伞。那其实中国要帮助这个军政府，其实有据可循。在8月的时候，王毅就说过了，中国反对缅甸生乱，更是支持军政府在年底的这一场选举。所以这场扫荡的行动是否也是中缅合作的一个新起点，也是要我们持续做观察的。那中国到底为什么要支持缅甸军政府？杨老师又怎么看？其实我们看，大概已经有4年了吧，2021年开始，三方的反叛军在缅甸北部取得了这个胜利之后呢，那个时候军政府似乎好像一蹶不振，可是事实上后来并没有往这个剧本发展。那军政府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就是溃散，那他其实也继续在征兵，然后呢，针对自己内部也在做，就是说这个等于是压制。那另外这三方的这个反叛军呢，自己处不好，然后又牵扯到诈骗集团，对，这个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开始第一个，它针对边境就做严格的管制，尤其是军民两用的一些物品就做严格的管制，而且不会去介入到任何一方，不管是反叛军还是军政府。那这个是中国对外政策，即使是跟他的邻国，即使是在这里面有诈骗的这个事件，但后来诈骗事件发展的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呢，军政府的反击开始就出现。所以你看到最近是特别在这个角梅镇这一阵子，那针对的就是德昂民族解放军，他就夺回过去这个德昂民族解放军几个月来所占领的角梅镇，那军政府大概在3个礼拜之内就拿回来。当然这里面有提到的一些就是无人机的使用，不过这个当然也就跟中国大陆的政府的政策一样，你自己内部的事务其实我不积极的介入，可是呢不能影响到我边境的安全，我会做一定的军民的或者是物资的管制，避免介入到你任何一方。但是如果你内部里面有影响到我的边境安全，甚至诈骗事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那我就不允许这个情况继续的恶化跟提升。那当然，哪一方能够有效的处理现在的这个秩序，尤其本来就掌控整个缅甸的军政府，就得到了大概间接的大陆这边的就是支持。是好，那我们也继续请教厉将军又怎么看？因为这一次其实有用到大陆的无人机跟它的炸弹滑翔伞，这个是关键嘛？那缅甸未来的内战走向，也请将军带我们看。为什么中国要支持缅甸军政府？到缅甸来讲，中缅的经济走向对中国太重要了。我们知道缅甸下面有一个叫皎漂港，中国在那边已经租借了99年的使用权因为它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所以对中国来讲，缅甸这个地缘上面是非常重要。那中国在这边投资也很多当然，缅甸这个地方由于各军阀的势力割据你不容易掌控。尤其是说，在2021年这个米昂莱夺取了这种政变夺取了政权之后，事实上他没有办法掌控到整个缅甸的全境，甚至于他还纵容一些边境来讲这些诈骗。这个集团这个去诈骗得到钱以后，是不是给他一些好处？我们是存疑。第一个，我们看到最先的时候是中缅边界上面所谓的这个名家4大家族在那边诈骗，然后中国就动用这个扶持的所谓果敢三兄弟，把这个名家这个四大家族把它灭掉。灭掉以后，当然那是在边境，那这次是跑到妙瓦底建立了KK 园区。那妙瓦底离中国边境比较远，中国不能派军队到这边来灭嘛，你等于说派军队进入人家的国境是有问题的。那它旁边刚好这条河，河的右岸是这个泰国，左岸是妙瓦底。然后这些诈骗集团，你去这个打他，他又跑到泰国，那泰国这个没有事了，他又跑回来。我们甚至于怀疑说是这个泰缅，包括闽安来或泰国底下的一些地方的势力，是不是有从中得到一些好处？所以这些诈骗集团
可以在那边生存。好，那现在我觉得机会来了，因为缅甸军政府那个时候被果敢这个四大家族打得快抬不起头来了。那在敏昂莱大概也抬不起头。这个时候，大家我替大家回想一下，你知道妙瓦底这个 KK 营区谁在经营的？你知道吗？就是他的边防军司令、边防军指挥官呢，叫这个叫做这个索奇都。我想各位还有这个印象。他本身是缅甸派他的任官的一个军官在那边当边防司令，但是他的太太、他的小孩就担任 KK 营区所有的经理啊，或者是这个管理员啊，或者是这个财务管理，都整个家族在经营这个妙瓦底 KK 园区哈。那主谋者不可讳言就是索奇都本人。那索奇都难道你跟这个敏昂莱难道中间没有任何挂钩吗？所以这个态势很明显。那为什么现在敏昂莱愿意用他军政府去打索奇都？我觉得最后就是中国力量介入了嘛，因为你那边来讲，你别的地方被打得差不多，那敏昂莱为了维持他的治权，为了维持他的统治权，他必须要向中国低头。然后在中国低头，中国就支援他很多的武器，比如说是无人机，或甚至支援他一些相关的费用，让他可以募得所谓的6000万的年轻人去从军。那敏昂莱条件当然要讲好，条件就是你去把这个妙瓦底营区给我灭掉，因为这个诈骗集团，对我们这个中国很多的老百姓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我觉得这次成功的机会是很大了，因为来讲，第一个来讲有军方力量，有中国背后力量的支持，然后敏昂莱又自己主动来讲，愿意去用军队力量去剿灭。这个是上策哈。如果中国军队自己不能介入，那一定用缅甸自己去打。那果然是上策。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包括它的星链网络被断掉以后，那可想而知哈，它如果没有网络，它也不容易实施诈骗。第三个，我觉得泰国那边也必须要配合哈。我们看到贝中塔当初就是承诺要对这个妙瓦底营区实施来打诈，以挽回它泰国的国际的观光形象。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三股的力量之下，很可能这次KK园区很可能会被灭掉。但是我们也有在后续观察了，那主要是敏昂莱还有地方的势力是不是愿意全力打诈？那中国的力道够不够？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到中国在缅甸地区的，不管是经济或者是老百姓权益的问题中国一定会全力以赴的。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在这个微博，因为讨论度非常的高，已经到第2名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来特别看到的是这个缅甸的地下帝国现在是满血复活，本来是说把它摧毁了，怎么现在又再次的复活呢？而且从废墟半年前的废墟，现在变成一个重要的王国，甚至他们的内部设施还有星链那是有什么样子的黑金在撑腰吗？变成了现在亚洲最大的地下国度再度崛起。怎么回事？等一下一起的来做关心。它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就是缅甸的 KK 园区。现在整排新的大楼林立，规模更大了，而且设施也变得更先进了。今年2月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不管是中国、泰国、缅甸才出手歼灭了这个园区，短短半年满血复活，这边新增的这个大楼数量达到了数十栋，周边的这个道路交通建设已经变得更为齐全了。重点是它竟然还装上了马斯克的星链在这个里头，大家就在看说，难道马斯克也成为帮凶了吗？赖老师怎么看？这背后是有什么样的势力在帮忙吗？是国际黑金在撑腰来保护这一座地下国度吗？我觉得当然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他们的财力十分雄厚，而他们的财力是建筑在一堆人的痛苦、痛不欲生的那种痛苦的基础上。坏透了我们就讲就是坏透了这些人，因为每一个人被诈骗的人，不管是损失大还是损失小，有些人他是整个退休金全部都泡汤了，一生就没了所以有些人被诈骗以后跳楼自杀，有些人当然我们是反对这样做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是非常坏的那他们本身的财力很雄厚，为什么？你看。这一次美国破获的这个太子集团，它的比特币随便一捞出来就是150亿美元，那你可以想想它的财力有多雄厚。所以它专门挑在哪里？挑在边界线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三不管地带，那也就是
泰国跟缅甸、泰国跟柬埔寨、柬埔寨跟泰国，他们专门挑这些边界线上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去建立他们的一个园区。可是你想，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那请问一下，地方政府难道看不见吗？对，看得见嘛？你随便去问、去看一下，对，然后有没有经过审批然后去看一下它营运什么项目，对，这个一点都不困难的事。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跟地方政府，还有跟地方的军头，而且一般来讲，这种泰缅边界的地方，尤其是缅甸，他们的地方都是属于，还有泰国，他们都是属于武装人员，政府根本管不到，那武装人员在把持，所以他们跟地方的军法、跟地方的政府，他们勾连了以后，所以他们的基础设施就能够得到这个政府的供应，然后他们自己本身的财力很够，他们就建立起一套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建立起来，他们还要建立海外的生态系统。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到日本去招工，他们要到韩国，要到台湾，要到很多地方去招工。那招工以后，就是招揽这些人来，还要有一套作业的很绵密的把这些人骗到泰国去。对，他们很大部分都是经过泰国或是柬埔寨的这个管道进去的。是到了泰国了以后，再让他去误谈，以为他到公司去了以后，接着护照就扣住了，人就被用面包车带走了，就直接带到园区里面去。所以有多少的这一些受害者，对，也就是被骗过去的人，然后他们变成一个诈骗犯，然后他们再去诈骗这些人，这个钱的金流要进来。可是不要忘了，在大陆来讲，一破获就是枪毙。美国一破获，刑法就是40年。好，这个黑金产业链现在在全球可以说是逐渐的规模越来越大，而这背后其实呢也有政商之间的一个结合，尤其许多人都是知名鼎鼎的这些，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商业界的人。首先我们要看到的，今天要来看到3位，第一位太子集团控股的创办人陈志，他也是涉嫌这个跟犯罪集团是有关系的，他是在大陆福建出生的，后来被美国跟英国指控他是这个跨国的犯罪集团的首脑，而且呢，他的公司竟然他出入台湾10几次，公司登记在台北知名豪宅和平大院这边呢。那么他曾经被扣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并且他很会利用他的这个人脉曾经跟柬埔寨前总理洪森来做一个合照，为自己做宣传。另外一位同样也是这个财阀人士他是南韩的南洋乳酪公司的创办人的外孙女同样的，她现在逃到了泰国之后，现居在柬埔寨金边的豪宅，也跟诈骗集团有关系。最后最知名的这位是 BigBang 的前成员胜利。2024年，他曾经在夜店发文大赞柬埔寨是亚洲最棒的国家，但是他在发文的影片当中看到他有在喝的这个太子啤酒的文字被露出来，也质疑是不是跟诈骗集团有所往来是有关系的。其实现在韩国的南韩政府尤其特别的紧张，李在明已经亲自下令要来好好的处理这个诈骗的问题，并且把柬埔寨列为是第4级的旅游警戒区。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破获南韩在柬埔寨已经有接获550起的绑架跟拘禁案件，到现在80人仍然是下落不明的。南韩国安顾问也说了，现在在柬埔寨从事诈骗的20万人当中，南韩人竟然有1000多名。厉将军怎么看这个跨国的犯罪？我觉得今年2月我们谈论到妙瓦底这个地方打诈的过程之中，感觉上面好像这是打诈不但没有将诈骗，就像癌细胞一样你没有将它割除，反而它扩散出去了现在扩散到全世界，原来受害的国家大概只有中国还有东南亚这边，现在连韩国也进来了就像你讲的，陈志这个人几岁了？他才37岁那他居然有多个国家的国籍。那除了说是这次他反而是被美国这个财政部这个诈骗这个洗钱中心查获到，不然连我们台湾都不知道，连中国大陆都不知道，陈志这个人居然这么这个神通广大有这么高的财富。他除了说是光被查扣的比特币就150亿之外，另外他在英国也有多少豪宅？他英国来讲的话，他豪宅有1亿3000万英镑的房地产呢，然后他自己住的房子是1200万英镑。
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那边诈骗集团一天，你知道他一天可以骗多少钱？3000万美金，一天可以骗3000万美金。你想想看，这诈骗集团有多嚣张？那我今天看到哈，就是这几个当初缅甸这4大家族被抓了以后，在中国接受审判以后，他们招供出来，那真的是令人发指。你知道他们居然干什么事情吗？他为了说是底下那个小弟，为了表示对这个组织的效忠哈，他居然做了什么杀人祭天，就随便抓一个陌生人来，然后表示他有这个胆识，他就把人直接杀掉，杀掉以后来表示他忠心。像这种事情，在这个 KK 园区诈骗集团里面可以层出不穷。那现在来讲，这个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韩国，我们看到包括韩国的这种这个南洋乳业公司的外孙女哈，这个也加入其中哈，包括他们的这个B Bank 的成员胜利也加其中。那韩国自己也讲哈，有1000个南韩人在这个地方从事诈骗，这个受害的已经有20万人，包括到各国哈，全球啊，包括韩国自己本身都受害。那目前来讲的话，在韩国来讲，他在诈骗集团现在还有80个人行踪未明，走失的人是不见的哈。那我们今年2月份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后面的水真的是很深。对，因为那时候贝东塔到中国哈，他答应说实施扫毒，实施这个打诈，那时候提了很多方法出来嘛。我们回想一下，那时候第一个断网，第2个断电，第3个断金流哈，就我们发现都没有做到。你说断网没有断了，他现在这个用星链系统连接上网络，用网络来诈骗。第2个来讲的话，断电好像也没有断电，是不是用别的方式？他又从别的地方买电进来。第3个断金流，我们看到，如果说不是美国这个他们财政部查到这个金流有问题、洗钱有问题来讲的话，还没有抓到惩治这个人，那是不是泰国跟缅甸这些国家都要负起很大责任？尤其让人家感觉上不可思议的，惩治居然可以跟这个洪马奈哈。跟他们在一起合照，那你不得不联想到，他们整个来讲的话，已经是这个政府跟这些诈骗集团已经整个勾结在一起。那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我觉得不是短时间可以扫得清的。是好，现在已经扩散到全世界哦，连泰国都被拉进来。李在明现在也祭出各种措施要来打诈。那其实呢，包括中国大陆在内，早就已经看不下去了。中国大陆这次则是出重手，一举呢，在这个缅北的地方呢来做这个扫荡。那现在根据了解，已经逮捕了5.7万名的中国籍嫌犯，连果敢4大家族，他也要一举的大力整肃，不是被提起公诉，就是判死刑。包括了这个名家、魏家，还有刚刚厉将军帮我们提到杀人祭天的，其实就是这个魏家哦，都一起被大陆列入了整治当中。那接下来确定的事情是，这4大家族也会全部的消失，因为现在相关案件已经进入了审判期当中。大陆为什么能把这个4大家族果敢一举打尽？靠的是什么能力？是情报战、军事压力吗？还是在外交上面的强势？委员怎么看？我们先来说一下哈，中国大陆电信诈骗的损失金额很吓人，然后受害人数也很多，可是它占 GDP 的比重却不大。全世界因为这种电信诈骗啊，在损失在占 GDP 的比重，第1名是巴基斯坦，4.2%，第2名是非洲的肯亚，第3名非洲的南非，第4名就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所以你看美国财政部这么积极在这弄啊，而且大部分诈骗美国人都讲英语，都是印度人啊，然后再来是巴西，再来是法国，你看，那中国刚好排在后面，但因为中国人口多，所以数量会比较大，但比重相对也比较小。但是中国政府是这么积极在打诈，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去把这几个名家这已经是很恶劣的黑道集团的头，不是小诈骗集团。第一个，他对缅甸政府、泰国啊，这个柬埔寨政府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我们不客气讲就是这3个国家的政府啊，官员贪污，他们就在包庇这一些诈骗集团。那诈骗集团你要防止盖这样子，如果没有检查，还有他们的有权有势的人包庇，他怎么可能生存？不可能生存。所以这是第一个。那因为还好，中国对这3个国家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说这一部分把人交出来，他就交出来了可是跟中国无关的，还是在营运还在营运
或者是中国没有指明，就比如陈志，中国不知道就没有指明要人啊，还跑到台湾和平大院啊在做上班。和平大院在哪里？台北市和平东路1段101号，大安区，就在师范大学的斜对面。那这个的嚣张到什么程度？再来就是中国的金融管制比较严格，也比较容易追踪。那有些国家的金融管制没有这么严格哈，所以诈骗集团之所以能够盛行，是因为金流。那现在中国政府有能力啊，叫这3个政府把人交出来，但也还要有实力去把人抓出来啊。所以中国在这个边界培养出了一个叫果敢军。如果当时没有果敢军把这些地方势力给推翻的话，这些国家的政府还不一定压得住地方的。